再打妈了，妈真的不能嫁呀！我都50多岁了，哪有儿比母嫁的？妈丢不起这个人啊！妈，你睁眼看看，这些亲戚宾客、村民近邻全都来了，你不嫁，吴瘸子那8万彩礼，难道要我还回去吗？住手！叶浩，你还有没有点人性？你爸早死，你妈从小把你拉扯大，你小时候说要让你妈在我们村子里面享福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吗？是啊，叶浩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吴瘸子在我们村可是出了名的老光棍，你为了8万块钱就把你妈卖出去，你妈下半辈子就完了呀！小浩，你要钱就花力气自己挣，儿逼母嫁，你这是罔顾人伦，天理不容。富贵叔，这是我的家事，我妈都没有说谎，用得着你们管吗？叶浩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。你以前可是我们村子里面最孝顺的孩子。妈，我买到药了，一会儿给你煎了，吃了就好了。小浩，你这是去镇上了？这大晚上的，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，你这是摔伤了吧？没事儿，妈，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小浩，当初你妈生病，你大冬天的下河捞鱼也要给她补身体，现在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你妈累得咳血的时候，你发誓要好好孝顺你妈，你都忘了吗？所以，我才找吴瘸子要了8万块彩礼。我妈嫁过去，肯定也会享福。吴瘸子他放屁！看看，这就是彩礼钱，就8千，你就要把你妈往火坑里推？对呀，小浩，就8000块钱，咱就别折腾你妈了啊！是啊，儿子，妈都这岁数了，就会一张脸了。妈虽然动不了，但是妈还可以去拾荒啊。你缺钱，妈可以去赚钱的。我求你不要把妈卖掉，好不好？还愣着干什么，翠兰？这都是吴瘸子骗婚，小浩一时糊涂，现在误会都解开了，以后你们母子啊，就在这好好过日子。谢谢富贵哥，谢谢乡亲们。站住！你们凭什么给我做主？8000块，我也卖。叶浩，你妈养了你几10年，还不如养狗，就为了这8000块钱，你良心都不要了吗？富贵哥，我求你不要这么说小浩，都是我没把小浩教好，这都是报应。翠兰，小浩也许做错事了，但肯定也是有困难才这样。他以前逃课也不是为了帮你做农活才这样。今天我们这些老东西过来，就是为了平事儿。行了，这是我们几个叔伯凑的2万块钱，你收着。你这孩子，就算修新房缺钱，也得跟我们这些叔伯说一声啊！你一个人怎么挑得起嘛？我们几个叔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知道你脾气倔，不想求人，但是你也不能为了凑钱把你妈卖给吴瘸子呀，这是犯罪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干了。小浩，原来你是为了给妈起新房子才这样啊！都是妈不好，妈以后……叶浩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们几个为了你砸锅卖铁凑钱，你就是这么对我们的亲意的吗？叶浩，你就算性子再傲，也不能这么糟蹋钱。谁说我是为了钱才卖我妈的？我今天摆这场宴席的目的，不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把我妈卖出去。叶浩，10年前你摔断了腿，是你妈一步一步从悬崖下把你背上来，弄得浑身是伤。现在你伤好了，想当白眼狼？这就是我教出的好儿子。我能挣钱的时候就是他妈，我现在不能工作了，他就好好卖掉。翠兰，你怎么这么想？叶浩也许是一时糊涂。不要说了，既然这个不孝子他不想养我，我就翠兰，
我也不倒贴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跟他断绝母子关系。这个婚我死也不结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妈，彩礼现在也收了，酒席也办了，你现在退婚是想要把咱们家的脸丢尽吗？叶浩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妈都要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你就非要为那个8000块钱把你亲妈往火坑里推吗？是啊，叶浩，吴瘸子是什么人，你不是不知道，酗酒打人，还是个克妻命，你这是逼你妈去死呀！叶浩，看在我们20多年的母子情分上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如果你还继续这样，我就把你的丑事告诉你妹妹。对，翠兰不是你一个人的妈，招娣可是大学生，她最心疼的就是你妈，她要是知道，肯定跟你急。哥妈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招娣啊，你哥他疯了，为了8000块钱，他就要把我嫁给吴瘸子，我不嫁他就打我，你会帮帮吗？妈，哥不会害你，你还是听哥的话，嫁给吴瘸子。妈，你拖时间不就是为了等招娣回来给你做主吗？现在招娣也同意了，你应该收拾收拾，出嫁了吧？招娣，你是读过书的，你怎么能跟你哥一个德行？是啊，招娣，是不是你哥逼你了？你说出来，我和刘富贵给你做主。是啊，招娣，妈不求你给我养老，妈只是想让你帮我说说话，你都不愿意吗？妈，吴瘸子也没你想的那么差，你都60了，他还不嫌弃，还花8000块钱娶，这难道还不算爱你吗？够了，叶招娣，你也是女人，你今天纵容你哥买卖你妈，那就不怕你以后的儿子把你也卖来卖去吗？刘伯，这是我家的家事，我哥既然决定让我妈嫁给吴瘸子，那我妈嫁过去一定是享福的。等我妈嫁过去了，我一定加倍享福。是苍天无言，我叶良村怎么除了你们兄妹2个有财无德败类？站住！拦住叶浩！妈，我哥说了，今天不结婚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闹，那我就报警。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现在吉时已到，你该嫁人了。叶浩，你别以为我不敢报警，你别逼我。叶浩，你妈是之前看你孝顺，给你机会，你不要一错再错。要不是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我和刘富贵早就按照拐卖人口送你去坐牢了。小浩，你就听听你叔伯一句劝吧。你之前那么孝顺，妈不想给你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妈，这是学校食堂的猪肉馅的饺子，你快尝尝。小浩啊，都是妈没用，还要靠着你吃饭。再吃点嘛，这还剩这么多呢，你会饿的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早吃过了，你快趁着吃吧，我先上课去了。走了。小浩，妈以前重病，丧失了工作能力。你为了给妈补营养，把自己都饿成了胃病。可是你现在，你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啊？翠兰，你别想了，叶浩他就是仗着你念旧情，才有恃无恐的逼你出嫁。不错，他就是用这种小恩小惠去盘缠你。翠兰，你别傻了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进去好好教训他。不，你不能报警。翠兰，他们都这样对你了，你还担心报警会影响他们的前程？翠兰，你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不能一直委屈自己啊。叶浩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逼你妈嫁给吴瘸子，就算是你妈跟我翻脸，我也要报警。小浩，难道你真的要逼他妈不认你这个儿子吗？只要你肯嫁给吴瘸子，别说不认我这个儿子，就算跟我断绝关系，我也答应。小浩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难道我们20多年的母子情还比不上这8000块钱吗？不，就算吴瘸子不给钱，我也会把你嫁给他。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，不在你心里，连这8000块钱都不如。好，叶浩，
纯真的运气，我们断亲。翠兰，你终于想清楚了。我这个叶家村的刘富贵，今天就来做个见证。像叶浩这种的不孝子孙，今天就踹了他。我也要全网直播，像叶浩这种不孝子，就该身败名裂，被所有人唾弃。大家快来看，这就是我之前说的，为了8000块钱彩礼买卖母亲的不孝子，现在更是逼得连他亲妈都不认他。叶浩，你后悔了吗？路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现在众叛亲离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说完了吗？来人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我妈已经跟我断亲了，你们也不要因为她曾经是我妈而于心不忍，一人1000块，就把她给我绑到吴瘸子家，成亲。呀，这可是网络直播，你就非要作践你自己的母亲？我们叶家村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畜生？叶浩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之前只是逼婚，现在就彻底的买卖人口了。我看到了什么？真有儿子卖亲吗？天底下怎么有这么恶毒的儿子？我说现在的人怎么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？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孝子。大家不要怕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这个人渣，我必须把他送进监狱。造孽呀！我刘富贵当了20几年的村长，怎么就教出了你这么个不孝子？刘富贵，翠兰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，你还不肯出手吗？好，叶浩，你罔顾天伦，不为人子。我叶家村供不起你这尊大佛。从今天起，我代表叶家村上下300口，将你逐出村子。我也。大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替我做主，谢谢各位乡亲们。翠兰，不用谢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会来。叶浩这场闹剧，他受不了场。你说什么？你已经报警了？警察马上就会来。不错，翠兰大姐，叶浩对你这么过分，我们必须严惩。哎，小浩，你不是说想让我嫁给吴瘸子吗？哎，妈同意，我愿意嫁。我愿意嫁。小浩，你是不是担心妈骗你啊？妈没有，我真的愿意。我们现在就举办婚礼。妈，之前我让你嫁给吴瘸子，你说要报警抓我，为什么现在刘叔一说报警，你就愿意嫁给吴瘸子？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没有，妈没有隐藏什么东西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坐牢。不想毁了你的前程。哎呀，小浩啊，你就体谅体谅妈一片苦心，你就不让警察深究这件事好不好？妈，看来你还是不想说真话。没关系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我们是警察，是谁在买卖人口？是我。那被买卖的人是你亲生母亲？没错，绑架、贩卖人口、逼婚，所有的罪证我全都承认。1号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叶浩，这都是你自作自受，为了8000块钱买卖亲生母亲，你就在里面好好教他，好好改造吧。你说的对，刘富贵，我进去之后一定好好交代，为什么我真正的母亲今天在婚礼上一定会嫁给吴瘸子，但要是她不肯嫁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刘翠兰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。够了，叶浩，没人会听你这种不孝子的狡辩。你以为故弄玄虚，你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不错，像你这种十恶不赦的恶棍，我们是没有人会为你作证的。警察同志，我为我儿子作证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我是自愿嫁给吴瘸子的，没有人口买卖。翠兰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为你儿子袒护？翠兰大姐，你这是溺爱，是害他呀！警察同志，我要撤诉，我儿子他没有犯罪，他其实是个好人。小浩，这个是给你和美美的学费，你赶紧拿去，别让老师跟同学说闲话。妈，你是不是又去卖血了？你病才刚好，你总不能这样伤害自己啊！没事，妈还年轻着呢，只要你跟招娣能够好好上学，妈就没事了。妈，
晚了。什么晚了？小浩，你别吓我！为了今天，我付出了一切，我赌上了我30年的人格名声，背上了8000块卖母亲的罪名，就为了在今天的婚礼上揭露一个真相，那就是刘翠兰，她根本不是我的母亲，她根本不是我的母亲。叶浩，你是被警察下魔怔了吗？你看清楚，翠兰这张脸哪里不一样？你是觉得我们几十年的邻居，连你妈都不认识吗？那当然一模一样，不然怎么以假乱真？小浩，妈知道你不想坐牢，但是你不能这么诬陷我呀！够了，叶浩，你为了脱罪，好歹编个善一点的理由吧。你说这种毫无根据的话，是把我们当傻子吗？你们说我诬陷她，那要是我妹妹也承认呢？小弟，母亲的赡养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告诉她吧，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母亲？够了，叶浩，我都答应要吃素了，你就是这么想把我这个母亲赶出家门吗？招娣，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被同学嘲笑女孩子不能读书，是妈硬把你打去学校的，要不是妈，你早会嫁人了呀。招娣啊，你这是咋了？有人欺负你吗？妈，我不想读书了，反正女孩子读书没用。谁说的？女孩子才要读书，读了书啊，才好自己赚前程。妈，你都那么辛苦了，我哥还要出去打工赚钱给我挣学费，我不能一个人拖累一家呀。你再不去上学，我就打死你！我哥说的对，眼前这个刘翠兰并不是我母亲。叶浩，你别胡闹了，叶招娣说的话算什么证据？从刚才开始，叶招娣一直在为你开脱，你和他根本就是一起的，他当然会为你撒谎。不错，这分明就是叶浩不想赡养母亲，现在警察来了就开始装疯卖傻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我们是亲眼看到的，叶浩你就等着坐牢吧。叶浩，鉴于你买卖人口，恶意诬陷他人，我们现在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，你配合。叶浩，像你这种不孝子，就应该在里面好好改造，什么时候醒悟，什么时候再出来。等等，我有证据，证明眼前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。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再说吧。她不愿意和吴瘸子结婚就是证据。叶浩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你都要把我嫁给一个瘸子了，难道我不愿意嫁人，不才是应该的吗？如果我真是买卖人，那的确正常。但要是这次的婚宴其实是你自己定的呢？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妈手写的订婚书。订婚人刘翠兰、吴有德，因长子叶浩、幼女叶招娣年龄尚小，特约20年后叶招娣学业有成后结婚，届时永结同心，永不背弃。我怎么可能跟吴瘸子有订婚书呢？这肯定是假的，一定是你伪造的。这婚书的字迹、指纹我已经公证过了，是不是伪造的？警察同志，一目了然。你说我为了8000块逼你出嫁，但婚宴明明是你自己定的，你自己做的事情难道不清楚吗？叶浩说的对，要是这订婚书是真的，翠兰姐怎么会拒绝跟吴瘸子结婚？我听说这吴瘸子都有20年没结婚，估计也跟这事儿有关。真有可能是假冒的，她不是小浩的亲生母亲。够了，叶浩，你这个证据也太牵强附会了吧？就算这个婚书是真的，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人都会变的，怎么可能记得住？翠兰说的对，我们都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，什么事儿没经历过，怎么可能会把年轻时候的荒唐事儿记到现在？没错，这件事情我早就已经放下了。叶浩，分明就是你不想赡养我，故意把我嫁给吴瘸子。是啊，用一张20年前的婚书来当证据，也太牵强了。太牵强，没有联系。那这些你和吴瘸子的情书怎么说？这20年前的婚书你可以说是伪造，那这些5年、1年，甚至近1个月的情书你怎么解释？这些信息都是真的吗？翠兰，我不知道。我作证，他和吴瘸子联系从来没有断，他也从来没有变心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今天的婚宴上揭穿？因为我妈和吴瘸子关系
根本就不知道。叶浩，我是跟吴瘸子有关系，但是你也不能不顾我的想法，强行举办这场婚礼啊！你现在承认你和吴瘸子有关系了？翠兰姐怎么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，难道她真的是假的？有可能，要不然他怎么连跟吴瘸子谈了恋爱都不知道？我是跟吴瘸子有纠葛，但是那都是被他逼的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那婚礼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翠兰，有误会你就解释清楚啊！哎呀，富贵哥，我一个寡妇，那个吴瘸子啊，他天天来骚扰我，我又不想那个小浩跟招娣被村里人说闲话，我就写信安抚他，谁知道被小浩给误会了。所以说，你写信给吴瘸子，其实是为了保护叶浩和招娣。是，富贵哥，我跟那个吴瘸子啊根本就没有感情。叶浩，你笑什么？你妈为你付出了多少？你还在这幸灾乐祸，你对得起她吗？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我妈说她和吴瘸子没有任何感情，只是为了安抚她。那么，这个视频又是什么？小浩啊，你这次出去啊，记得答应妈的事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你都跟我说多少回了，你和吴叔的事啊，我已经放心你了。等这次招娣毕业，我们一定给你风光大办。这还差不多，妈总算没有白疼你这个臭小子。你们都看清楚了吧？这是1个月前我妈主动要求和吴叔结婚的视频，这难道也是假的吗？我的天呀！从这场婚宴开始，这个女人嘴里每一句话都和证据自相矛盾。刘翠兰，你以为长得相像，说话相像，就能装成我妈了？不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妈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妈！你假话！翠兰，小浩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的、做的都是装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富贵哥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们都认识几十年了，我是不是刘翠兰？你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告诉我，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？你该不会连这个都不记得了吧？招娣儿，你现在看招娣也没有用，你这段时间满是异常，你以为招娣就没有怀疑你吗？够了，叶浩，你为什么非要揪着我不放呢？啊？是的，我当初是想跟吴瘸子结婚，可是我现在都已经50、60岁了，我还怎么跟他结呀？富贵哥，富贵哥，你是村长，你比我最了解了，你说我是不是翠兰？是，你是翠兰。小浩，这几十年，你妈是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？她本身就胆小，又不爱出面。你把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，她肯定不愿意承认的。没错，这件事情要是我和吴瘸子私下处理，我们可能早就结婚了。全都是因为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现在我们俩结不成婚，全怪你。刘伯，你是我们的邻居，人和人无论怎么相像，总会有不同的地方。你会没有注意到我妈和她的区别吗？你告诉我，她是不是我妈？小浩，你说的对，她的确不是你妈，她的确不是你妈。刘傻柱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眼见为实，咱们跟翠兰生活了几十年，你就被三言两语洗脑了？对，是我说错了，小浩，她就是你妈。不错，翠兰就是她的亲妈。叶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为他的罪行在开脱。什么婚约、吴瘸子都是假的，要说是真的，只有一件，他为了钱连他亲妈都卖。没错，这几十年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我哪有时间去假冒？反倒是你，叶浩，1个月前你突然离家出走，你们不怀疑他，反而怀疑我。没错，我记起来了，你1个月之前消失了，
要说假的，那也是你。对呀，小浩之前那么孝顺，现在怎么可能为了8000块钱把自己的母亲卖掉？一号，你都听清楚了，现在问题不是你买卖人口，而是你到底是谁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又露出马脚了。你问我离开这一月去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是你让我去给你筹备婚礼去了。这份邀请函就是证据，你该不会连这个都不记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刘富贵，这真的是翠兰的笔记。叶浩，你凭什么说我不是你妈？我年纪大了，不记事不是很应该吗？够了，一件事你能忘，2件事你也能忘。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记不起来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当然是刘翠兰。魏哥，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？行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我也有证据。你们不是不相信我是1号和叶招娣的母亲吗？好，这个是 DNA 检测报告，你们都看清楚，我到底是不是刘翠兰？错不了，确认其声，她就是刘翠兰。1号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铁证。你为了8000块钱卖母，还在台上胡言乱语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抵赖的？1号，你怎么成为这样的不孝子？1号，我本来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得这么丢人，都是你逼我的。警察同志，我请求你们一定要从严从重处罚叶浩，还我一个公道。谁说 DNA 检测报告是真的，就一定是我妈了？你们看清楚了，被检测的人是叶招娣。招娣怎么了？你和招娣是亲兄妹，翠兰她就是你妈。谁说招娣是我妹妹？叶招娣是我母亲收养的养女，她的生母是我妈双胞胎妹妹刘春兰。你根本就不是我妈，你是我的小姨刘春兰。1号，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刘春兰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你现在还要狡辩什么？好，那我给你看看最后一份铁证，这份是我和她的 DNA 检测报告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。排除轻生，小浩说的是真的。你竟然是翠兰的双胞胎妹妹刘春兰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原来小浩说的是真的，他办这场婚礼就是为了证明他妈被调包了，不是买卖人口。不错，刘翠兰真的是被假扮的。好，怪不得你跟翠兰的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，原来你是她的双胞胎妹妹。说你假扮她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说你假扮她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谁啊？姐，是我是春兰。春兰，做了那么多畜生事，你还有脸回来？给你滚！姐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我在外面流浪了30多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反省了。哎呀，姐，没想到你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，不像我啊，在外面饥一餐饱一顿的。姐，这还多出一间卧室啊，那我以后住在这里也挺合适的。那个卧室是招娣的，不是多出来的。你不是缺钱吗？这是我攒的一点私房钱，你得赶紧拿着走人。姐，你可是我亲姐，咱们这么多年都没见面了，你见面就想赶我走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嘛？我没有良心。刘春兰，你未婚生女，把孩子丢给我一走了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没有良心？
咱爸被你活活的气死，我这辈子也被你毁了。你自尊也不可活，咱爸临到死眼睛都闭不上，你现在还想堂而皇之的回来住？这天底下能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哎呀，姐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你是我亲姐，我本来就应该帮我嘛。姐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悔改了。我这次回来啊，就是想看看我的亲女儿招娣。我听说招娣啊，现在是一家村唯一的大学生，是不是？你想干什么？招娣她还是个孩子，要钱我可以给你，千万不要打她的主意。姐，我可是招娣的亲妈，这么多年她都不知道她自己的亲妈是谁，这对她不公平。你还想把招娣认回去？不行！以后你胡说什么？你小姨她是来过，但是她发了一通脾气她就走了，我并没有发生争执。如果我是刘翠兰，那你母亲为什么不出来指证我？这分明就是你想多了。我妈为什么不出来指证你？会任由一个人在这边伪装她的身份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刘春兰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害死了她？又到底是什么时候代替她站在了我和周弟的面前？什么？翠兰大姐已经死了？还真有可能。这刘春兰啊，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翠兰大姐要是在的话，怎么可能任由她胡闹？立刻派人去刘春兰家封锁现场，调查一切可疑人员。刘春兰女士，刚刚叶先生对你提出了刑事指控，请你立即配合我的行动，交代出你姐姐的下落。刘春兰女士现在到底在哪儿？你们凭什么要抓我呀？我明明都已经说了，我才是刘翠兰，你们为什么非要逼着我承认我是刘春兰呢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辉哥，你不是一直都最相信我吗？你告诉1号，告诉警察，我才是刘翠兰。哎呀，你说，你快说呀！刘春兰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闹什么呀？既然犯错了，就认了吧。刘春兰，你自己犯下大错不说，现在还想拉我们下水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刘春兰，你以为你还是小孩子吗？让别人为你的错误买单。招娣儿，你帮妈说说话好吧？你还要我帮你说话？我只有刘翠兰一个母亲，你害她的时候就应该明白，我和你之间只有仇恨。招娣，你可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我给了你命，难道你就不应该帮我说话？就算我犯了什么错，不应该包庇我吗？刘春兰，你不仅气死了自己的父母，害了自己姐姐一辈子，现在还要祸害自己的女儿吗？你胡说，没有害人，这些都是他自找的，是他不对，凭什么我生的女儿不孝顺我？他该死！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照顾过招娣，是我妈含辛茹苦把招娣养大的，她明明帮了你那么多，你却害死了她。刘春兰，你真是个畜生！刘春兰女士，叶先生刚对你提出了故意杀人指控，请你立即跟我们走一趟。不对，我根本就没有杀刘翠兰，她根本就不是我杀的，我只是想拿了一把刀，我想去吓唬她，是她自己撞上来，是她自己抓脸死掉的。翠兰大姐真的死了。刘春兰，本来大姐对你那么好，你还杀她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有什么不对？明明是她的错，那个招娣明明是我的女儿，我要认回她，我有什么错？是她硬要阻拦我，还该死！她非要阻拦我，她该死！刘春兰，你什么意思？上个月不是刚给了你3000块钱吗？你不是答应不来纠缠了吗？3000块钱哪够呀？我买2身衣服啊就没了。我知道你以前花钱大手大脚，可是现在你已经不年轻了，你要为自己以后的养老考虑，这不正在考虑着吗？你把这个签了就行。原来你回来是想让我自愿跟招娣脱离母女关系，你疯了你！我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吧？我女儿可是大学生，你靠着她给你养老，然后花3000块钱就想把我给打发了。我告诉你，没这么简单。原来你回来就是想把招娣往火坑里推啊！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，招娣可是我女儿，她给我养老送终，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
都没说什么，你反对什么呀？你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啊！你偷人把父母气死，生下一个不清不楚的女儿丢给我，害了我一辈子。你现在又想把招娣往火坑里推，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，绝对不可能！翠兰，今天这个断亲书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春兰，你疯了吗你？招娣马上就回来了，你赶紧出去！你走，你快走！刘春兰，你说你杀了我吗？不对，你和我妈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学这么像？当时在现场，肯定还有另外一个人。小浩说的对，就算刘春兰杀了翠兰大姐，她一个女人怎么能搬得动尸体？肯定有人帮她。对，刘春兰，你告诉我，当时在现场的另一个人是谁？一浩，我都已经承认了，人是我杀的，是我害的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够了，刘春兰，你做了这种错事还敢猖狂，你真以为没人能治你吗？警察同志，我要举报，我要做人证，马上把这个刘春兰给带走。哥，你住嘴！你害死了翠兰，谁让你这么叫我的？刘春兰女士，请你立即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小浩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，翠兰这辈子都不能沉冤昭雪。是我之前的确也发现了刘春兰的不对劲儿，但就是压根没往这方面想。傻猪，咱们都是外人，怎么可能会发现？只有小浩这样的孝顺孩子才会发现不对劲。刘春兰，现在告诉我，你到底把我妈埋在哪儿？刘春兰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把我妈埋在哪儿了？你想知道啊？告诉你，我烧了，烧成灰了，你永远都别想找到。不要脸，真坏呀他刘翠兰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，就让他的儿子连祭奠他的地方都找不到。别动，老实点儿。警察同志，可以再等我一会儿吗？刘春兰，你现在明明已经落网了，为什么还不肯交代我妈的下落？是你不知道，还是你怕我们从中发现蛛丝马迹？比如杀死我妈的人，其实根本不是你。以浩，你别想套我话，这件事情就是我干的，是我杀了刘翠兰，又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想牵连到谁身上啊？刘春兰，你就算激将我也没用，因为这件祸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做的。刘春兰，咱们又回到了最开始的话题，为什么你能装得这么快，这么像？为什么你能自信伪装成我妈，又不怕被我拆穿？因为你的背后还有一个人，他才是这件事的主谋。因为你的背后还有一个人，他才是这件事的主谋。小浩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刘春兰有同伙？不是同伙，是主谋。一定有一个人和我妈朝夕相处，知道我妈所有习惯，他才能帮助刘春兰转身，还可以从我妈的死亡中获益。那就是在死亡现场的另一个人，那就是刘富贵。怎么会是刘富贵？刘富贵和刘春兰根本就能属啊！对呀，就算翠兰大姐死了，跟刘富贵也没有利益关系吧？小浩，我知道你妈去世你伤心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也不能怪到我头上。对啊，小浩，就算你揭穿了刘春兰，也不能随意栽赃给刘富贵啊。谁说我栽赃？从这场婚宴开始，你就一直刻意引导所有人针对我，说我买卖母亲信口雌黄。在我每次要拆穿刘春兰身份的时候，你又刻意引开话题。刘富贵，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刘富贵，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小浩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这不是关心则乱吗？关心则乱？不，你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这口黑锅钉死在我身上，让我成为一个买卖母亲的人渣。
到那时，你们的计划就成功了。你胡说！我根本就不认识刘富贵，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就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你干的？你一个消失了30年的人，是怎么知道这30年叶家村发生的事情？你一个外来人，如果没有刘富贵的掩护，你是怎么悄无声息的潜入叶家村，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怀疑的？刘富贵，从一开始你就是这件事的主谋。够了！冒名顶替的是刘春兰，跟我完全没有关系。你凭什么把所有罪责推到我身上？刘富贵，你还不承认吗？你以为这些事情里面没有你的痕迹，你就能高枕无忧？但你却暴露了一个致命弱点。我能有什么弱点？叶浩，我刘富贵作风、人品，在村子里面是有目共睹的。这些村民都能为我作证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诬陷我。对啊，刘富贵这几十年兢兢业业，他绝不可能做这种事。你听到了吗？这些村民说的话才是真实的。你所谓的观点就是推断，没有证据，连一个相信你的人都没有。你这就是抹黑诬陷。不错，警察同志，刘富贵跟翠兰姐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他不可能帮刘春兰做这种事，他根本没动机。叶先生，你刚刚说的话可能有点道理，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，而且刘富贵也没有作案动机，所以我们不能把刘富贵当罪人处理。你听到了吗？办案讲究的是证据，作案要有动机。我并没有动机，你不能给我定罪。谁说你没有动机？你的动机和刘春兰一模一样，就是为了争夺招娣，因为你就是招娣真正的父亲。啊！这怎么？也好，我不就是刚才说话重了些吗？你有必要现在像一个疯狗一样乱咬吗？招娣明明是刘春兰的女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刘富贵在村里这几十年，连个相好的都没有，招娣怎么可能是刘富贵生的？也好，刚才是我说话重了些，但是你不能因为记恨就往我身上泼脏水呀！我刘富贵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清清白白。你回我可以，但是你回招娣不行，她可是你妹妹。不错，小霍，刘富贵说的对，咱们看着他几十年了，他不是那种人，你没证据可不能瞎说啊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我要是没有证据，怎么敢在警察面前揭露你的真面目？警察同志，这个是刘富贵和招娣的 DNA 检测报告。叶浩，你竟敢侵犯我的隐私！既然招娣的亲生母亲是为了夺回招娣，那招娣的亲生父亲就有极大的可能是同伙，而招娣的亲生父亲就是你，刘富贵。没错，这是医院公证过的结果。DNA 比对，刘富贵和叶招娣是亲生的概率为99%。99%。刘富贵，你真是招娣的亲生父亲，那就是20年前跟刘春兰偷袭的奸夫。刘老爷子也是被你打伤的，你竟然瞒了全村人20多年。怪不得你死活不娶老婆，怪不得你对翠兰的家事格外上心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刘富贵，快说，到底把翠兰大姐怎么了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刘富贵，你平时装的跟个正人君子似的，你连孩子都搞不来。叶浩，招娣确实是我和春兰的女儿，但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那都是我年轻时候犯的事儿，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？刘春兰生下招娣后，我们再也没联系过，这次的事情都是刘春兰鬼迷心窍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从3个月前开始，你就频繁的找我妈，不就是为了把招娣要回去，给你和刘春兰养老吗？我就说前几天看到刘富贵老往翠兰大姐家里跑，我还以为商量村里事呢，原来是为了接户口。养娃的时候你不在，现在招娣能赚钱了，你就想把她要回去。刘富贵，你够不要脸的，我不乐意。小浩，我1个月前确实去找过你妈，我只是去关心招娣，我是她的生父，想了解一下她，有错吗？刘富贵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装？
警察同志，这些是刘富贵这些年在外赌博欠下的外债。他之所以着急把招娣要回去，就是为了让收入高的招娣替他还债。刘富贵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说村里这几年的账目怎么有点不对劲，原来都被你拿去赌了。刘富贵，你就是个人渣！人渣！叶浩，这都是你的臆想，你没有证据。那些欠条我早就已经还清了，你这是污蔑！我胡说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在今天办这场婚礼吗？因为我妈早就料到，如果她死了，那么你和刘春兰就是杀人凶手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因为你和刘春兰都是一类人，自私自利，爱财如命。我妈知道，她一旦坚决的反对你们，那么你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消失。所以她主动提出要办这场婚礼，就是为了验证1个月后站在这里的是她还是刘春兰。因为他和吴瘸子的关系只有我们知道，这个笔记就是验证他身份的最后的保险。如果1个月后站在这里不是他，那么这个笔记就是戳穿你们的罪证。翠兰大姐多好的人，就因为这2个人渣被迫害死了。不错，要不是叶浩查出真相，翠兰大姐就真的是死无瞑目了。刘富贵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今天我背着卖母求财的骂名，不仅是为了让他在这个选定日子里和他等了20年的人结婚，更是为了将你们精心策划的骗局彻底揭开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刘富贵，你还不肯坦白真相吗？翠兰，招娣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就是想着看看她，跟她亲近亲近，有错吗？你的心怎么这么狠，就连这点天伦之乐都不肯给吗？刘富贵，你前后欠了近10万块钱，你这哪是想认女儿啊？你这分明就是想卖掉招娣去还钱。招娣是我从小到大带大的，我都拿她当亲生女儿，我绝对不允许。刘翠兰，我好歹也是叶招娣的亲生父亲，难道你真的想看着那些催债的人把我逼死吗？就连招娣也没有爹，你的心真是太狠了。我心狠，我的私房钱都给了你，我不能看到你把招娣给毁了。你走，以后别再来了。叶招娣是我的女儿，老子是她爹，我相认她有什么错？你只不过是替我养了20年的赔钱货罢了，有什么资格阻止我？刘富贵，欠我们的5万赌债到底还不还？再拖3天，掰了你的房子，卸你一条胳。再拖3天，掰了你的房子，卸你一条胳。金哥，您再宽限我几天，我一定还。富贵哥啊，终于都出来了。刘春兰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在这儿？富贵哥啊，我看你又是被那个刘翠兰赶出来了吧？那又怎么了？现在不比以前了，刘翠兰儿女双全，个个都有出息，不像我们人嫌狗恶。富贵哥啊，你可别跟他一块生气，他既然不要你，我要你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你凭什么给我？看你说的，你不就是要钱吗？我跟刘翠兰长得一模一样，她有的我一样都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招娣本来就是我们2个的女儿，她刘翠兰享受的天伦之乐本就应该属于我们。那又怎么了？刘翠兰不可能让我们认招娣的，我已经试过了，没用。是我们当年不要招娣的，现在没人要也是活该。我们这辈子注定只能当孤家寡人了。你傻呀你！虽然招娣她不肯回来，那我们还不如过去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刘翠兰就是个名字，她可以叫刘翠兰，凭什么我就不能把我变成刘翠兰？那叶浩和招娣儿，这都是我们的孩子了吗？招娣现在这么能赚钱，以后你的赌债还有咱们俩的养老，就都解决了吗？确定能扮演好刘翠兰？世界上啊，除了你之外，谁还知道她刘翠兰有个双胞胎妹妹？难道你就不想我们的女儿能够承欢膝下吗？好，你以后就是刘翠兰。春兰，
我看还是算了吧，要是被翠兰知道的话，咱们就完蛋了。怕什么呀，富贵哥？你不就是想还清那个赌债吗？今天招娣一回来啊，咱们拿到那5万块钱，你不就彻底解脱了吗？好，我要你答应我，拿到钱咱们就走，绝对不能让翠兰知道。放心吧，富贵哥，翠兰可是我亲姐，咱们只图财，不会害人啊。翠兰怎么穿我的衣服？还有你，刘富贵，来我们家是不是想来偷钱呢？你们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姐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不听，你们现在马上走。小心！你竟然想杀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！啊！我杀人了吗？怎么办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帮你处理。叶浩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你满意了吧？当时你妈死的时候，我的确在这，但这都是意外，我们都不想。意外？刘富贵，你还在狡辩？明明就是你亲手杀了我妈，你才是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。杀人凶手？叶浩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刚刚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妈是意外死的，我最多也就是帮着处理了尸体，我这都是怕招娣伤心，都是为了招娣，就算是法律也会对我从宽处理。你少废话，刘富贵，怪不得你之前一直帮着刘春兰说话，原来你们两个是一伙的。刘富贵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慧兰姐待你那么好，你还伤害她，你简直就是人！吵什么？我有什么罪？我就是想拿回我女儿的抚养权，我有错吗？杀人的人是刘春兰，伤人的也是她，我最多就是帮着处理尸体，你们凭什么给我定罪？处理尸体是不是犯罪的？刘富贵，你知道小浩和招娣有多难过吗？我不管他们难不难受，我没杀人就不该受罪。刘富贵，只要你告诉我妈的埋骨地，让她入土为安，我可以为你争取一个法外开恩的机会。法外开恩？哼，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就算是我说了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找你妈做梦！刘富贵，就算我要和你断亲，你也不愿意说什么。招娣，你是我们的亲生骨肉，就算是我们做错了事，那也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就不应该跟我们这么说话。没错，要不是我生了你，哪有你今天呢？现在日子过好了，你就不认我们了，这还是人吗你？生我？你那是弃养！要不是我妈把我捡回去，我早死了。你口口声声说你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可为什么你回来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害死我妈？够了！如果他没出现拦我们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儿。不拦着？难道要我妈眼睁睁看她养了20年的女儿被你们卖了还赌债吗？你们两个自私、狠毒，根本不配为人父母。想让我妹妹给你们养老？好，我这就送你们去养老的地方，让法律给你们养老送终。叶浩先生，我们会依法处理，一定会找到刘素兰女士，以还她一个公道。走吧。好。妈，你还没睡？妈不困，你快睡啊，多出点汗就好了。妈，同学他们说我梳的头发是最好看的。那是，我们家女儿啊，永远是最漂亮的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妈，我们赚到钱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妈，你穿这件肯定好看。哟，看看。走。易先生，这个是在刘翠兰女士家里找到的，包了2层，保存的很完好，你们可以先看看。这是？我们初步判断，这个是刘翠兰女士生前保存的，里面有些内容可能涉及了你的出身。
小浩，从小所有人都说你是个野种，妈骗了你，你爹没死，他其实就是……警官，我要申请探监。叶浩，怎么了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还是说你没找到你那短命的妈，过来求我？判决结果你也看到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的罪名是协助埋尸，我没有杀人。30年前8月初7的晚上，你和刘春兰约会之后就去了刘家，对不对？你闯进刘家的时候，他正好从吴瘸子家帮忙回来。叶浩，要说要骂，你赶紧扯这些干什么？这是你和我的 DNA 检测报告，在生物学上，你是我的父亲。不可能，你明明是刘翠兰出去鬼混生的，怎么可能会扯到我身上？所以你认为，他一个一辈子没有走出山村的人，会怀上一个不知名的孩子？之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是为了让你和刘春兰走在一起，却没想到，你们两个都是没有担当、会抛弃孩子的人。你是说，刘翠兰没和吴瘸子结婚，是因为我？没错，吴叔是他这辈子唯一心动过的人，可因为我，他觉得自己不干净。那又怎么样？这全都是意外，我也没找他去帮忙，都是他自找的。他但凡能帮我一次忙，他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哼，刘富贵，你说我妈没有帮你，可你根本不知道，她为了帮你付出什么代价。这些都是他这些年找我借款的单据。他相信你和刘春兰会回头，他把自己的私房钱用完之后，甚至找我借钱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刘富贵，是你毁了他一辈子，他以德报怨。可你呢？为了还赌债，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，给自己养老，就杀了他。等他等了20年，忍了20年，好不容易熬到我和招娣给他撑腰，能挺直腰杆去追寻自己的幸福，却在最后的时候被他帮助过无数次的人给害死。没有，我说了，我没杀人，杀人的是刘春兰。叶浩，你别想炸我！现在狡辩已经毫无意义，他已经死了，为你这个他本该恨之入骨的人害死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没说，他没跟我说这些。你是在骗我，你是在骗我，你是想骗我认罪。随你怎么想吧，我今天来就是来告诉你，这辈子都只会是刘翠兰的儿子，而你呢，就算逃脱了法律惩罚，也只能在愧疚中孤独终老。不可能，翠兰，你就看在我好歹是你妹夫的份上，你就帮帮我，我这事儿真的很急。不会哥，你怎么又去赌钱了？这都是我的错，我那帮老兄弟非要带我去玩一把，我这不也是为了合群吗？你也知道，我平时应酬也不少。你不是答应过不再去赌了吗？你忘了你跟春兰是怎么分开的？哎呀，刘翠兰，你别管那么多，你就说能不能拿。你要是给不了，明天招娣来了，我找他去拿。这个是招娣小浩给我看病的钱。刘富贵，你听我一句，以后不要再去赌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直接就报警了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等这次我把赌债还完了，
我把春兰劝回来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刘富贵，我劝你好好想想，就算你不为了自己，你也想想，你在这个世上其实也不是没有牵挂的。刘翠兰，我说我知道了，你还吵什么？招娣是我的女儿，你的钱也是从招娣那拿的，我拿我女儿的钱花一下，你在这教训什么？烦不烦？哼，不可能，这不会是真的。这些都是他这些年找我借款的单据，他相信你和刘春兰会回头，他把自己的私房钱用完之后，甚至找我借钱。刘翠兰，1号编理由来骗我的，是想让我认罪。不，我不会认罪的。翠兰，求求你再帮我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绝对还。我没钱了，上次给你的钱都是孩子给我看病的钱，这次连看病的钱都没了。翠兰，你看看我的手，看看他们把我打成什么样子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到时候招娣他们就没有亲生父亲了，可怎么活呀？哎呦，我没钱了，我真的没有了，全部都给你拿走了。刘翠兰，你别骗我，1号他们那么能挣钱，能没给你留？你就是不想帮我。没错，1号是能挣钱，可是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光靠孩子啊，你的路要靠你自己走，帮不了你，我也不会再帮你了。刘翠兰，你见死不救是吧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你不是不回来了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么想你，怎么可能不回来？小浩，你回来了。快坐。妈，你让我订的婚宴都订好了，还有这笔奖金你收着，这些钱就当我给你和吴叔的结婚红包。小浩，哎呀，孩子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怎么就不能要了？吴叔那边我已经说好了，日子也看了，你就别再犹豫了。你都苦了大半辈子了，也该找个伴，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。小浩，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把你和招娣养大。妈也没什么本事，让你们俩跟着我吃了不少苦。妈，您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我和招娣养大了，我和招娣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您开开心心的。吴叔也是实诚，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点头吧。陆翠兰，你见死不救是吧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小浩啊，妈想求你个事儿，妈想向你借点钱。小浩啊，妈想求你件事儿，妈想向你借点钱，8万。妈，你要这么多钱干嘛？怎么身体不舒服吗？还是家里有事啊？没有，不是的，小浩，妈这不是要跟你吴叔结婚了吗？我也想自己出点钱，出点力。你吴叔那房子不是旧了吗？我想修缮一下，然后再添点家具，就当妈给自己的嫁妆了。可是这么多钱也花不了多少吧？小浩啊，是不是8万块钱太多了呀？那就算妈给你借的好不好？妈，什么借不借的？您是我妈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您和吴叔过得好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我这就转过去。妈，我转过去了，你查收一下，不够再跟我说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小浩。妈，那我先去吴叔家跟他说一下，你在家好好休息，招娣马上就回来了。好，你路上小心点啊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记得给马打电话啊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走了。
你确定能办好这身份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俩孩子多久才回来一趟啊？只要头几天慢慢改下习惯就行。他们俩也不能天天盯着我看。那好，到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接过刘翠兰的这身份，住进她的屋，花着叶浩给的钱。那咱大学生闺女的身份，抚养权自然就回到咱们手里，到时候还不是咱们说了算。嘿嘿嘿。妈，李然呢？招娣啊，妈，你今天没去医院啊？妈觉得今天身体没什么不舒服，所以就没去。妈，我今天怎么看起来气色有点不一样，好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啊，哎呀，没有啦。招娣啊，你一路上回来也辛苦了，你呀洗把脸，赶紧去睡觉。过一会儿啊，妈给你做好吃的。哦，去吧。招娣，是招娣回来了吗？招娣，你是谁？刘春兰，你为什么穿我的衣服啊？哎呀，姐，我就是想试试看看你的衣服我穿着好不好看，没什么坏心思，你就别多想了。刘春兰，我知道。你就是想回来骗招娣的钱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招娣，招娣，你死人了，你赶紧过来帮忙！给我老实点，我拿钱就走，不闹事，要你命！哎呀！妈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刘富贵、刘春兰，你们两个究竟在干什么？刘翠兰，没想到你的命这么大，那一次竟然没砸死你。好，既然活了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。姐，你也知道的，招娣是我跟富贵哥的女儿，你享受了我们20几年的天伦之乐，现在应该把孩子还给我们了吧？没错，你只要肯把你的脸划烂，改名刘春兰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你要不愿意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刘富贵、刘春兰，招娣是我一手带大的女儿，我不允许人想顶替我，你们的良心不会有愧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招娣可是我生的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。外人，我养了她20几年，一口汤一口饭把她喂大，我还供她读书，而你们呢，除了生了她就把她丢弃，就把你们做了什么东西啊？现在你们看到她出息了，你们就想回来摘桃子，还想把她往火坑里推，你也配当母亲吗？还有你，刘富贵，你也这么想吗？你认为你生了他就可以随便糟蹋他吗？我是怎么想的？我想的是，招娣是我的种，跟着我有什么不好？你看看你妹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你呢？我找你帮忙，就跟要你的命似的。哼，现在倒摆起亲妈的谱了。我告诉你，招娣的事情轮不到你管。姐，现在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，我劝你呀，最好是识相一点。本来我还想着告诉招娣，让她自己来做选择，
现在完全没有必要了，没必要选择了，你们根本就不配。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休想碰招娣一下，休想花我儿子1分钱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亏害招娣。翠兰，我劝你考虑清楚，为了一个不是你的孩子，不要你自己的命，你值得吗？刘翠兰，连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现在最好是自己毁容，滚出叶家村。招娣的事，我们自己家解决，跟你无关。你还等他同意什么？摁住他，我们自己上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做梦！我就算是死，也不能让你们陪招娣！刘富贵，你死人了，你赶紧上！你杀人了！我们不是说好只毁容吗？这个贱人根本不听话，就算是毁容了，以后指不定会闹出什么幺蛾子，还不如杀了一了百了。可是现在怎么办？那就自首吗？你疯了！刘翠兰死了，你就是刘翠兰。叶家村的2个出息，以后就是你的孩子，享不尽的天伦之乐，你还要去自首？是，那怎么办？刚刚后山不是挖了个坑，还没用上吗？现在就去埋了他。警官，怎么样？叶先生，刘富贵已经招供了。如果不是想让我妈在天有灵得到安息，我真不想认这个肮脏下贱的爹。现在整个事件的经过都已经水落石出，咱们也可以去告慰妈了。他交代我妈埋在哪了吗？根据刘富贵的供词，我们可以确定第一案发现场是在一个仓库，他们失手杀人后将你们母亲的尸体转移到了后山。我们的人经过 DNA 比对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我想再去看我妈一眼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刘阿姨的骨灰我们按要求葬在了公墓，你们随时可以去参拜。这是20年前刘富贵和刘翠兰姐妹的纠葛真相，是我有德提供的，你们可以先看看。有的哥，这个，翠兰，你手真巧，用秋收卖粮，就让我娘来你家提亲。别了，富贵哥，不要嘛，比你看的不好。春兰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等我回城了，我一定想办法过来接你。回城还不知道牛年马月呢，你别光说不练。春兰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感冒了啊？我没有感冒啊，富贵哥，我都2个月没来亏水了，我可能怀孕了。什么？姐，我怀上了。什么？你怀上了？是不是刘富贵的？哎呀，不是他的奶奶是谁的嘛？那个没良心的，他现在都躲着不见我，这事要是露出去，我可就死路一条了。春兰啊，刘春兰，你活该，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。你说你做这个事情，咱们老刘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说吧，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哎，姐，你看咱们2个长得一模一样。而且你已经跟有德哥好了，大家都知道你们2个就快成了。要不这样，姐，你就说这孩子是你的。你疯了你！这种事情怎么能拿来骗人的？而且有德哥他肯定会想多的，到时候我们2个就完了。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救我这一次，我可是你的亲妹妹，姐，帮我。我就知道带着孩子掉的。
翠兰，你告诉我实话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过。哥，这孩子是别人的，你忘了？你们两个站住！你们两个现在就想走了吗？呀，姐，这孩子以后就是你的了，反正你的名声都已经这样了，多一个也不多，就当我没事过。对呀，姐，反正大家都认为，招娣是你的，干脆你继续养着，户口也别改了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哎，你们两个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不是替你们背黑锅挨骂名，你们两个人现在就想一走了之，这孩子就留给我吗？什么叫替我们养？这孩子现在叫您妈，你也是自己愿意认的。姐，你别不知足啊！要不是我们的话，你哪能有个孩子养老？翠兰姐，事情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翻旧账对谁都不好，尤其是对招娣。你总不想让她被人指指点点，让她知道自己有这么个来历吧？好，招娣以后就是我刘翠兰的女儿，永远都是那个，从此与她再无瓜葛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们都别想再打她的主意。哎，好好走。我什么都交代了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你最后一面。你的判决已经下来了，故意谋杀，死刑。不可能！我交代的是失手杀人，凭什么判我死刑？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！没用的，刘富贵，法律讲的是证据，就算你冥顽不灵，在交代中避重就轻，只要法医一经检查，就能判得出当时的情况。另外，刘春兰也可以作证，证明你不仅是这件事里的主谋，还故意杀人抛尸隐瞒罪责。刘春兰她疯了吗？我坐牢对她有什么好处？小浩，爸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我只剩下你了。你是我儿子，你一定会帮爸爸的，对不对？爸不想死，我想活。刘富贵，你真是疯了！你把我妈害成这样，我怎么可能原谅你？我本来还想着你但凡有一点担当，好歹还算个人，没想到一出事就只会哀求推脱。像你这样的人渣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。小浩，小浩。刘春兰提出想见你跟招娣小姐最后一面，你们愿意见一见吗？当然，你们有权拒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见一见吧。毕竟她也算是招娣的亲生母亲。招娣，你终于答应来看妈妈了。妈当初把你扔下，是因为妈没有办法呀。我当初要是带着你，咱们俩肯定一起饿死。你谢谢妈的啊！既然你说你想我，这么多年为什么一次都没来看我？既然你说你爱我，为什么当初要扔着我，而不是带我一起？我是怕带着你一起受苦。那你现在回来，你是觉得我不服，还是你觉得我长大，那你想服了我？而这样的是，因为你爱的根本不是我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。你所谓的想我、爱我，是基于现在的索取的借口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根本不关心我过得好不好，你只关心我能不能给你养老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妈呢？你好歹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妈怎么能不爱你呢？我的确是犯过错，但是妈已经悔改了呀。你的爱就是害死真正把我养大、给我们爱的妈。你的爱就是继续骗我和哥哥向我们要钱，对吗？刘春兰，你以为我来见你是为了原谅我？不，你错了。我来见你是为了报复。你说什么？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来见你是为了报复。
是你害死真正生我养我的母亲，是你让我这辈子恩重如山的人，是你让我妈妈在即将获得幸福的前一天死亡。我恨你。以后在监狱里好好谈行吗？招娣，妈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招娣我会照顾好的。妈，你安心吧，我们已经帮你报仇。以后我会回到叶家村，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。招娣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可能再过几年，我也没办法发现妈被害的真相，我们还会认贼作父，让妈一辈子都不能沉冤昭雪。为那种人就该进监狱。警察同志，今天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吧？有一些人提供的证据，我们很快就确定了这些人的罪行。刘富贵和刘春兰是首恶，已被正式批捕，预计是出不来了。妈，您听到了吗？如今大仇得报，您可以安息了。